大家好，我是 Hos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今天带什么表呢？今天我又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要带大家一起穿越回到1969年。那不只是 Seiko 历史中的一页，而是整个制表世界的转折点。两条路线，一个未来 ，Seiko 的双引擎就从这里点火。那一年 Crown Astron 问世，震撼了整个钟表界。而同时 ，King Seiko 推出了他们最优雅、最纯粹，也最具象征性的作品。45KCM， 等会儿给你们比较看，它跟今天的 KS1969 有多像，却又不一样。那是一个属于手工制表、追求极致准确的年代，而今天我手上的这只 KS1969， 正是从那段历史中截取灵感，以现代工艺重新诠释的那份优雅、精准、克制的美学。有追踪我的老朋友都知道 King Seiko 系列，我之前有介绍过 Vitruna， 也做过 KSK， 就差这一块 KS1969， 今天就把它补齐，等于是 King Seiko 的三部曲完整凑满。看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三部曲里我最推荐哪款，当然啦，我也很期待 KS 未来会有前传或者番外篇。KS1969 的灵感来自于1969年的 King Seiko 45KCM，那是一枚 Superior Kilometer Hybrid 的高正品天文台表，在当年那就是 Seiko 制表实力的巅峰。而 KS1969 并不是强硬复刻，它抽取的是那个时代的比例与神髓，用更干净的线条、更细腻的金属处理，把60年代的气质活在今天。等一下看壳，你会发现薄这件事是它的魅力的起点。壳体材质为 316L 金刚，表径 39.4 毫米，厚度 9.9 毫米，表到表耳约 43.6 毫米，小巧经典，却是稳重但低调。壳型源自 45KCM 的 Toro 筒型，上视角是圆润弧形，侧视角有一条从表耳流到表冠的细腰线，让它看起来比数据更贴手、更扁。表面上方与表圈拉丝，侧面镜面抛光。光影在手腕上走位，温柔而不吵，这就是 King Seiko 的语言，越看越耐看。新款 KS1969 不追随田中太郎的锐角文法，它回到 45KCM 的哲学，用比例与弧线说话。薄度是亮点 9.9 毫米，不只是薄，比原版更薄。转换的光泽像是老钢琴的反射，含蓄但有分量。从银白款 SJ1109 开始，它是整个系列中最贴近原始 45KCM 精神的样子。放射拉丝的银面干净、平衡、细腻，光线打上去时，会在盘面上浮出一圈柔和的银晕。这种色调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拉丝的均匀度。只要角度稍有误差，整体反光就会失和。但 Seiko 把它处理得非常干净。银白盘的光泽不刺眼、不死亮，是一种雾面般的金属感。最值得称赞的是，它留白了。Seiko 刻意移除了当年的文字，在这个人人都把爱规格印满面盘的时代，反而用这样空白去呈现设计的自信，这样的克制反而更显优雅。再来是江户纸 HJ1111，这个颜色来自日本传统的贵族色。在江户时代，紫色只有高贵阶层能穿，象征尊荣与内敛，也带点神秘。而 KS1969 把这层紫变得更深、更近、更有距离。多数角度下，它像深黑，但光一扫，它会浮出淡淡的蓝紫的光晕。那层光像黑曜石的反射，有深度，也有层次。这面盘的纹理灵感来自于日本和子的麦秆质地。让整体看起来柔而不腻，亮而不刺眼。紫色在正式穿搭中非常有气质，自成格调。第三支森林绿 SJ1113，这个颜色灵感来自于东京都市里的绿荫、公园与植栽。你会看到它从中央的嫩绿渐渐向外变深，光线移动时，绿色会从亮转雾，有一种像风吹过树梢的流动感。这面盘同样采用了核质感的细纹处理，它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在室内又变得柔和。它干净耐看，有一种温柔的平衡感。限量的浅蓝绿版本 SJ1115是一个隐藏的主角，
看起来盘面纹理应该是由三角几何组成，灵感来自深龙的鳞片意象，象征 Seiko 100周年的新篇章。整体性协调比其他版本更具纪念感。全球限量700枚，每一只都有编号。如果你是喜欢收藏的，这只会是最适合的。而我特别喜欢 KS1969 的留白 ，Seiko 把文字收得非常干净，除了 logo 与 King Seiko 的字样，几乎没有多余的资讯，这让纹理与光泽自己说话。绿与紫的细致纹理带来微微的沙面感，摸起来几乎能感受到那种粗砺质地，像铸铁般的触觉深度。时标的细节也是相当精彩，12点钟是双层刻痕设计，灵感来自日本的弓箭的羽翼，不只是象征准确与方向感，也让读史更清晰。银色立体时标搭配镜面指针，全部以多面切割方式处理，边缘与平面交错反光，让光线在上面跳舞。这正是日本制表最擅长的语言，用光影取代浮夸。3点钟的日期窗也做了金属框修饰，银白款用白轮，绿与紫款搭配黑轮，龙色自然平衡协调。唯一的小遗憾是它的防水只有50米，表冠也不是旋入式，日常完全够用，但要下水还是别冒险。它更像是一只优雅生活的日用正装表，而非工具表。这次 KS1969 的链带无疑是全场焦点。它延续了1970年代 King Seiko 的设计精髓，并全新开发了短节距钢链，其高活动度的链结结构使腕表在转动手腕时能流畅且自然地融合手腕曲线。链带表面采用交错的镜面抛光与细致的法丝纹处理，光线掠过时，光影流动如同细密的水波，优雅内敛而不张扬。相较于老式设计，新链带的细节处理更显利落，整体更纤薄扎实。蝴蝶扣开合利落，结构稳固。尽管它未配备微调或者快拆功能，略为可惜，但极短的链接设计让尺寸调整性依旧能够达到极佳的准确度。最令人惊艳的是它极致的亲肤性，不夹毛不刮皮肤。KS1969 采用 Seiko 自家高阶模型自动机芯 Caliber 6L35， 这枚机芯其实可以视为精工版的 ETA 2892的定位，主打薄、精准、耐用。官方标示日误差-10到正15秒，但实测通常优于标准。这枚机芯原本是 Grand Seiko 部分型号的延伸结构，调校后的稳定性相当高。我觉得它没有标上 High Bit 或 Chronometer， 那是刻意避开 Grand Seiko 的专属范畴，但实际上在厚度与质感上都已接近 GS 的等级。实际戴上手 ，KS1969 比数据更贴手。虽然是 39.4 毫米，但由于外圈极窄，镜面的比例高，视觉存在感很饱满，而厚度仅 9.9 毫米，重心非常的低。贴腕感几乎像让表盘融入手腕，从侧面看，那条表耳延伸的弧线让整体更扁，搭配盒型蓝宝石与指针那一层空气层，让俯视脚下的表盘更有立体深度。这种薄、广、深三感并存的设计，是 Seiko 在比例控制上的强大表现。表耳到表耳是 13.6 毫米，续手腕的人来戴也刚好，而抛光金属面积大，使它在视觉上仍有存在感。小腕的精致，大腕的气势 ，KS1969 都照顾到了。我发现这只表的气质非常近，不是那种一眼惊艳，而是越看越顺眼，越戴越舒服。它的比例、重量、光线的变化都在最舒服的区间。它就像一件裁得刚刚好的西装，不需要夸张的剪裁，靠的是细节与质地。如此干净的线条，克制的光泽，让人越看越难放下。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3个型号 ：SJ1109 银白放射纹，最贴近原始 45KCM；SJ1111 江户紫，深邃恋恋，高贵尊荣；SJ1113 渐层绿，城市绿荫意象。如果当中要我选一只能够长期佩戴的，
我会选择的是 SJ1109 银白款，它干净、优雅、经典，就是怎么搭都好看。KS1969 是那种你越了解 Kinseiko 就会越欣赏的表，它没有高调张扬的宣言，却在每个比例、每个切面都藏着一份克制且永恒的光芒。精准、纯粹、优雅，不仅是 Kinseiko 的哲学，更是它跨时代的实质证明。这或许就是 Kinseiko 最迷人的地方。真正的经典无需追逐潮流，因为它的本身就是标准。以上是对 Seiko KS1969 的介绍。那么你喜欢哪一款颜色呢？紫色的深邃、绿色的渐层，还是那只限定的深浓蓝？在留言告诉我，我也很想要听你们的选择。老朋友记得帮我按赞、留言、签到。新朋友请订阅厚实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厚实，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次见，拜拜。